可以看到 EPS 也从去年的2月 1.41、1.68、2.83、4.6、12.07，这个跳已经是撑杆跳的跳了。到12.07耶，从4.6到12.07，基本上是一个像天文数字在看这家公司。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3月25号周三的晚上8点。好，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投资计划有改变，我觉得我就应该要跳出来跟大家讲。上礼拜日的直播有跟直播观众应该都知道，我把我年初过年2月6号选的 Huawei Select 全部都清掉了。原因为什么？在直播我有说，这是因为我觉得我选股没有顾及到其他面向。例如说产业，我觉得我没有去顾及到，因为那时候选出来有5只都是黄金股。如果大家还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选，都可以看一下我那支影片，我就放在这里。那5只股票都是黄金股，黄金在中东战争中，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避险资产，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黄金避险资产都变成曝险资产，真是太震惊了。我觉得中东战火会延续很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是势必要做一些改变，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清掉，10档都清掉了。最后跌了10几%，直播上面有说它10.72%吗？还是多少？我忘记了，反正是大概亏了10%左右。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钱拿去再选一次股票，这是选的方法，就直接简单一点。我也觉得我之前投资那10档，我觉得太多了，我根本无暇顾及每一支的财报发布什么 earnings 新闻或是分析那些，我觉得都来不及跟。就是10档，我觉得对我来说压力太重，毕竟我现在也只是兼职在做投资，我不是全职的什么投资者或者交易者，我还是要上班的。我觉得这10档，我觉得对我来说太有压力了。Steven Crisis 选出那10档，我就觉得我可以相信他的理解，但是这10档，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点抖抖的，没有敢挂保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选的股票的数目降少，真的专注在我有把握的股票。所以这一次我选出来，我觉得就只有2只。那我这边就直接讲了，那就是 MU 跟 SanDisk。好，那这2只怎么选到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讲，这是选法，我觉得我就没有再用自己的一些什么投资理解什么去选，我就是完全相信 Thinking Alpha 这个网站。我怎么做呢？我就直接在这个网页上面，在左边的这个 Find and Compare 这一点 Star Screener 点这个 Stock by Quant， 就是有被列入这个 Quant 的评分，就是这个 Thinking Alpha 的量化评分的股票池当中，我就直接把这个 Quant Ranking 降幂排列。那这里可以看到吗？这里有1、2、3、4、5、6，有6只都是4.99分。我就是从这4.99分开始挑，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懒人投资法。我觉得我都买了这个网站，我就应该用它的功能，对不对？那4.99分，我后来去想了一下，我觉得4.99分不代表他们是满分。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今天跟隔壁的同学在比考试，好了，那学测你考60几分，好，他考75几分。那你觉得你只跟他差15几分吗？没有，现在学测不是75几分，不管那个时候75几分是满积分。那现在假如你考60，他考75，但你们之间的差距不是15几分，是因为学测满分只有75几分。如果学测今年有100几分，他可能可以考到个96几分，那你可能还是只能拿60几分，这是你们之间的差距。所以我觉得这个 Thinking Alpha 它显示的4.99分，我觉得是它的分数应该是爆表很多，不然我不会观察一个现象，就是4.99分的一直维持在4.99分，它分数都没有动。这是我这几天在观察它这个 ranking 之中发现的。那这6档为什么我不6档都选？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再更专注在我懂的股票。那我觉得其中就有2只我是最懂的，就是 SanDisk 跟 MU。而且我觉得其他只不是说他们有问题，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量化分数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量化分数，我觉得不是跑得很好，像是最主要是他们的 valuation， 就是估值。这估值这个东西，我重新去理解跟学习一下。之前都太专注在 PEG forward 量化分数，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能只单看这个量化分数。我觉得其他的每个估值的量化分数，而且综合的量化分数是很重要的，尤其是 forward 每一个的 forward 的量化分数都非常重要。之后再拍片跟大家讲这个估值代表什么意思。我现在能理解到了，我觉得估值如果在股价在高位的时候，它有点代表它下方。如果估值还很低，它下方可能还有这个弹簧。那如果价格在低位，估值在低位，它可能有氮气。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样，公司的股价有没有氮气跟弹簧，下跌的时候可能会撑住，因为估值低，捡便宜的人会进去，会把这个股价再往上撑。那如果是低档的会有氮气，它代表现在很便宜，很多人冲去买到它，加速的速度我觉得会比其他股票还来得快。我现在对估值的这个理解有点抽象，没关系，我之后会拍估值影片再跟大家讲。
所以我选 SanDisk 跟 MU。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两只股票的一些数据。OK， 好，那在讲 MU 跟 SanDisk 之前，我先秀一下，在当天麦当劳10档股票后，我也是有同步直接去买进 MU 跟 SanDisk。虽然这买进的金额不一样，是因为之前选的那10只就有一档是 MU， 所以这2档目前其实是等比例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MU 这家公司，再看一次。我觉得前面已经几个月都讲过 MU 了，但是我现在再讲一次，以免那时候没有追到影片的人可以再听一次。好，MU 这家公司目前股价是这个425，一年涨了331.39%。那如果是今年是已经涨了48.94%，我觉得没有懂 MU 这家公司的人可能觉得已经涨很多，但其实跟你想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可以看到右边这个 Market Cap 这家公司目前的市值是476.92 billion。好，我们具体先来看一下它的财报好了。我们先从损益表开始看。OK， 那我这次切的是 quarterly， 就是每季的，可以看到它的 total revenue 从大概2025年2月，从8053，然后到9301，到11315， 13643，尤其到这一次开出来的2026 2月是23880，相较于去年的2月啊，直接是翻了超过1倍，是非常夸张的。从8000到23880，真的是吓死人。好，接下来把损益表切成百分比的形制，可以看到毛利率在去年2月2025的2月是36.79%。后来变什么？37.72、44.67、56.04，到这一季2026年的2月是多少？74.41，它的毛利率也翻了1倍，这个是很夸张，代表现在它商品的整个成本结构啊，跟市场定位基本上是发生了一个改变，不然这家公司可能有做了一个超大的转型。但我现在目前了解是这家公司卖的东西是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那来看这个 operating income， 就是营业利益率，从去年2025的2月是 22.02 到23.32、32.64、44.98到67.62，也是收到22.02到67.62，也是很夸张，翻了也不止1倍了。这个营业利率就是卖掉100块的东西，原本只能收回22块，现在卖100块的东西可以收回67.62块。而且刚刚讲它的营业收入是在同步上涨的哦。那这种公司对我来说就是双引擎的公司，一个引擎是营业收入的增长，第二颗引擎它的毛利率跟营业利率的改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income 占营收的比例，也是从 19.66， 2025年2月是 19.66， 到现在2026年2月是 57.77， 这个就真的最后收进来钱是 57.77， 非常夸张。好，那再看一下其他损益表补充的项目，可以看到 EPS 也从去年的2月 1.41、1.68、2.83、4.6、12.07， 这个跳已经是撑杆跳的跳了，到 12.07 耶，从 4.6 到 12.07， 基本上是一个像天文数字在看这家公司，我觉得很多分析师也都没有算到。那 EBITDA 跟大家讲，这代表创造现金的能力。2025年的2月是3852、4245。58248348到现在这一季开出来是18421， 2026年2月18421，真的非常离谱。好，那看完损益表，我们来看一下现金流量表。那可以看一下它从营运活动产生的现金，从2025的2月是3942、4609、5730、8411跟11903，也是一个持续的上升，代表它营运那些钱也同时有入到口袋的。接下来看一下投资现金流跟融资现金流，可以看到资本支出上在2025年2月是4000，现在是2938、5658、5389到6387，这家公司的资本支出有在扩大，要在这家公司可能有在扩产或是花钱在投资它的未来之类的，所以它的投资现金流都大概是3000到5000左右。那融资现金流从2025的2月是正的，原本是小正一点点，到后面是大概负1000、负2000、负3000，差不多。反正你可以最后去加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它营运现金流是完全可以 cover 它的投资现金流跟融资现金流的，所以它的 net change in cash 就是所有现金的改变，就是从886、2606，然后到52386到4202，它的赚到的钱拿去再减掉那些投资跟融资活动，就真的会有现金进来了。那我们来具体再看一下它其他补充项目，可以看到这个 leverage free cash flow， 这个就是自由现金流量。去年2月还是负的，负1300，正2200，负1001到691到107，也是慢慢的翻正了。可以看 free cash flow per share， 就是每股的 free cash flow， 从去年的2月还是负 0.1， 到现在是 4.9， 已经翻正。这家公司现在是有自由现金可以运用的。好，那看完现金流量表，我们来看一下损益表。OK， 这家损益表我们就直接看占比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那这家公司的现金跟短期投资大概都占11%到涨到14%左右，应收账款是从8%、9%、11%、11%跳到现在17%，跳的有点高哦，所以你要注意这家公司收款有没有问题。所以流动资产从33、35、34到现在也跳到40，所以流动资产是目前大概是40%左右。看一下流动负债，大概都是双位数10几而已，从10跳到14%，目前是14%左右，所以流动资产也是完全可以 cover 流动负债，所以这家公司的流动性也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补充项目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 cash per share， 就是每股可以运用的现金，从6块、9块、8块、8块到现在这一季跳到12块，所以这家公司也是完全可以去应对一些突发状况，它现金持有比例是相当高的。好，那接下来再看MU 的 earning， 看一下它这一次公布的 earning， 最近才刚公布出来，2026年3月18号，这个我会拍影片跟大家讲它这个 earning 到底公布有多夸张。好，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EPS 开出来是多少 ？GAAP 是12.07 ，beat by 3.22是什么意思？分析师预期大概只有9而已，它直接超过他们的预期，他们预期大概8块9块，结果开出来12块，那分析师直接下巴掉到地板。Revenue 开出来是23.86。beat by 4.32 billion， 也就是分析师大概预测在19，直接开出来23，也是吓坏了他们。好，那这个就是 MU 的 earning， 这个 earning 我之后会单独再拍一集跟大家讲它这个 earning。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Thinking Alpha 对这个 MU 这家公司的 factor growth， 就是它的这5个面向的表现，就是估值、成长、获利能力、动能，还有分析师修订的表现。估值6个月前是 B 减，3个月前跳到 A 减，现在跳到 B 加，成长性跟获利能力一直都是保持在 A 加的。那 Momentum 从 A 减跳到现在是 A 加，那 Refinition 从 A 减跳到 B 加，跳到 A 减。它这个 Quantum Ranking Sector 是 IT 这个产业里面，跟 Industry 是半导体的产业，总量化分数排名4258家公司排第2名，这个 Sector 524家排第2名，那 Industry 呢是69家排第1名。好，那我们具体来看它这些量化分数有多夸张。我们先看那个 Valuation 整体的评分目前是 B 加，可以看这2个红色的部分，上面是本益比，主要目前本益比是 19.29， 产业的中位数是 21.49， 所以大概是低估了这个负 10.23%。但是你看它 PE non-GAAP forward 未来 MU 预计它本益比只有 7.3， 它反而未来的本益比是往下掉，也就是这家公司分析师预估它未来会变便宜，所以你现在要赶快先买。但变便宜不是那个单纯的价格变便宜，是本益比变便宜，它未来会变得划算。所以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是这样去解读的。产业中位数未来也是大概21左右，它跳到 7.3 是低估了 65.32。好，那这里还有其他像 PEG 的表现也是很夸张。那再看下面这个 PS 这边 ，PS Sales 就是 Revenue 损益表第一行，可以看 PS 是有一点高估，是目前是 8.16， 但是同行大概 3.1。但未来会变成 4.38， PE 除以 Sales 的 Forward 的话 4.38， 同行中位数是 2.91， 代表它 Sales 冲的速度有被分析师考量进去了。PB 表现的也还可以，那个 Price Cash Flow 是目前表现是很好的，目前是跟同行中位数差不多，但未来会掉到 7.13， 然后同行中位数大概 16.44， 代表未来也是一个低估的状况，所以这个估值是相当好。那成长性刚刚带大家看过财报了嘛，大家也看到成长到底多夸张。那这边可以再看一下它那个 Thinking Alpha 用的这些成长的指标，基本上一列排下来全部都是 A 的。那 MU 大概有一些成长性都到达3位数，159、146、300多、400多、900多，这个都是非常夸张。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它公司原本的基期很低，突然间暴冲起来的关系，所以 growth rate 到底能不能够维持，这个是我们后续要去观察的。所以它成长性目前就是 A 加的分数，那获利能力也是 A 加，可以看一下它毛利率是 58.4%， 那同行只有 49.14%， 这 58.4% 是最近冲上来的。看一下这个 EBI 跟 EPIDA 48、63都比同行的7和11还高，那是 income 是41，同行中位数只有 5.48， 所以是相当的浮夸的。可以看一下 ROE 39，Return on Total Capital 是23，这些资产报酬率啊，或是一些周转率啊，都是相较同行是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 Cash from Operations， 就是这个营运带出来的现金是 30.65 billion， 它同行只有149 million， 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现金可以供它运用，就是 Cash per share 也可以表达出来，它 12.33 同行只有 2.46， 所以它现在是多出来超多现金，可以让它去扩产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也可以对抗风险。那来看一下 Momentum 也讲过它的涨幅了嘛，3个月是59。
6个月、9个月、1年，虽然都看起来是涨得非常非常多，但我跟你讲，就估值还有它各个数据表现而言，我觉得这家公司目前还是相当被低估的一家公司。好，那我们再看最后分析师的修订呢，对下一季的修订，25个分析师预测了它的 EPS，25个都向上修。那28个分析师呢预测它的 revenue， 然后也28个都向修，没有任何的分析师对它的 EPS revenue 进行下修。好，那这个就是 MU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anDisk。SNDK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我觉得很可惜啊，就是我在选股的时候呢，就是2月6号的时候，它还没有被列入那个 Quant Ranking， 就是 Thinking Alpha 还没有把这家公司的那个 ranking 放进去。我觉得 Thinking Alpha 可能会把一些没有盈利的公司就不会计入它的 ranking， 因为它通常都是这些有赚钱的公司才会列进去。就是 SanDisk 这家公司，在我选股的时候，那时候还没出现，但我有在观察那个 Top 的那一些 Quant Ranking， 就是分数非常高的顶天的那一些公司呢，它的 Quant Ranking 都 4.99 的，那个 SNDK 它刚上就直接 4.99， 然后跟 NU 在缠斗，看谁是第1名、第2名，它完全没有掉下来过。那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SanDisk 这家公司。好，它目前这家公司的股价是 740.25， 然后1年呢是涨了 1216.90%。这里如果不懂 SanDisk 也会觉得哇靠，已经涨了12倍，还能买吗？我跟你讲，绝对是还能买的。那今年呢？今年 YTD 的话是已经涨了 212.75%。那它这家公司目前的 market cap 是 104.75 billion， 所以是大概 MU 的1/4而已，还是刚成长上来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它的财报的表现。先看损益表的话，从2025的3月开始看的话是1600，然后变1900，变2300，变3000，看起来是一个很正的趋势哦，而且已经相较于2025的3月已经快翻了1倍了。那我们再把它切成那个百分比的形式呢，可以看一下，它基本上跟 MU 一样，就是从2025年3月之后，原本的毛利只有 22.54%， 然后变 26%、29.71% 到 50.94%， 基本上也是翻了一番啊，也是非常的浮夸。好，那接下来再看 operating income 的话呢，它2025年3月的话还是亏的哦，本业卖100块的东西呢是亏 2.48%， 然后变 2.6， 变 8.32 到35.5， 也是在2026年1月这一次公布的财报当中呢，它100块的东西你可以卖到 35.5 块，所以它这个扭转比 NU 来说呢是更大的，因为它原本是一个亏钱的公司嘛，不能说完全亏钱，就是有赚有赔，但到目前呢这个成长的趋势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好，那再看一下 net income 的话呢，从去年2025年3月是负的 114.04， 这个负的非常多。但是我有去认真去看为什么会亏那么多，其实跟它有一次呢的一次性的这个亏损有点关系，这个后面有机会跟大家讲。然后现在翻到负 1.2， 然后到 4.85， 到这一季2026年1月呢是 26.5， 也是从由负翻正。好，那再来看一下它其他损益表的补充项目，可以看到 EPS。在2025年3月是负 13.33， 那一次巨大的亏损让它亏了到 EPS， 然后接下来就是 0.16、0.75 到 5.15， 也是跳了很大。然后 EBITDA 呢从负5到87到228到1112，也就是完全这家公司也是有产生正的现金流了。好，那接下来看一下现金流量表的部分。我们先看营运现金流量呢，可以看到原本2025的3月是26，然后变94，再变488，再变1019，也是真的从这个本业的营业活动当中呢赚到了现金，是逐步的增长，而且增长的非常夸张。好，那如果是在融资活动跟这个投资活动的话呢，从2025年3月可能还在卖资产，然后到现在慢慢有在投资其他东西了，就是投资现金流量有开始变负了。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深蓝色的部分，就是在融资活动的时候呢，它在2024的12月跟2025的3月呢，这2个季度呢有发债，可能那时候公司有面临一个很大问题，所以有发债，就是发了550跟1970，所以大概发了2400左右。然后这3季呢，最近这3季，从2025 6月到现在2026年1月这3季呢，有 total debt repay， 就是开始有在还那些债务了。然后 cash from financing 就是融资活动的话，慢慢变成负的，就是他真的有在还他那些债务了。好，那看净现金表现的部分呢，目前净现金表现的部分，从2025那是正的，是因为它借出来的嘛，然后最近这3季呢，都大概是趋近于零，就是负26、负39到97，代表它还没有办法把那些现金都拿出来运用，是因为它要先把之前借的那些债先还掉。
然后可以看一下其他补充的项目，可以看到的这个 Levered Free Cash Flow 就是自由现金流量呢，从2025年3月98 76.3 290到784.6，也是这个自由现金也开始有变多，也代表钱可以运用了。然后 Free Cash Flow per share 呢，也从负的0.12到现在是6.67，也真的有一些现金可以运用，这家公司是好转起来了。接下来看一下那个资产负债表的部分，就我们调成百分比的形式，可以看到就是现金跟短期投资呢，大概是占11%左右，然后那个 total receivable 就是应收的话也大概是在7-8%到10%之间，这次其实是10.16%，然后 current asset 可以看一下它的 inventory 就是存货的话是16，大概保持在16，所以 total current asset 就是流动资产的话，大概是在39这个位阶。那接下来看一下流动负债呢，是在10到12之间，目前这一季涨到12.73，所以用现金差不多就可以快 cover 完它的流动负债，所以这家公司目前也是相较于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可以看一下 total liability 呢，这家公司原本是29%，到现在是大概21%，也是这家公司将近80%是权益组成，然后2%呢是这个去跟银行借的，所以其实它的负债比例也没有很高。然后看一下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项目呢 ，cash per share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大概都是有保持在10，所以这家公司基本上也有一些对抗那个风险的能力，一些什么经济不好它还是有现金可以来支应的。好，那这个就是 SanDisk 财报，然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 earning， 最近一次是在2026年1月29号发出来的，那它 EPS 呢 ？EPS GAAP actual 发出来是 5.15， 是 beat 1.95， 也是跌破分析师的眼镜，就是比他们预估还高 1.95 是很多的。然后 revenue actual 是 3.03 billion， 那是比分析师多出来337 million。好，那下一次就是4月29会公布它的下一季的财报。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 Thinking Alpha 这家公司的 Vector Graph， 就是它的量化分数的表现。基本上，因为它前面都没有这家公司的数据啊，所以3个月、6个月都是空的。那现在呢，这家公司的 valuation 是 A，growth 是 A 加，然后 probability 是 B 减，然后 momentum 是 A 加 ，reflection 是 A。那具体来看一下这个 quant ranking 的表现，它是一样在这个 IT 这个产业 ，industry 是在这个 technology hardware。Storage and peripherals 然后它在这个 sector industry 跟 overall 呢，量化分数全部都是第一名。现在这家公司就是跟 NU 在竞争。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这些估值的表现。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 valuation 的话呢，它这个 TTM 目前都还没有，因为它可能之前的数据不足，所以不好去估。但是分析师对 Forward 这家公司的表现 ，PE 的话 ，Forward 是17.45，然后PE gap forward 跟中位数比的话都是低估的，然后尤其它的 PE 均档 gap forward 呢是 0.08， 是比同行的中位数还低估了 94.02%， 是相当有潜力一家公司。然后下面这些就是估值就没有表现那么好，大概都是在 D 跟 C 之间，都是比较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主要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forward 的表现了，我觉得 forward 的表现大部分都会去比它那个 TDN 的表现还好，代表这家公司未来呢，它的估值是会比较低的。好，那我们再看成长性的话呢，它能给的一些指标也不多，因为这家公司可能列入比较晚。可以看一下 revenue growth 的话是 23.6， 那同行的中位数是10，然后 EBITDA growth 的话是 48.13， 同行是 14.98， 然后 EBIT growth 的话是 67.72， 同行是 15.97， 好，这个就很夸张了哦。然后 EPS forward long term growth 就是未来3到5年呢，它的复合 EPS 增长率给到的是预估是 223.21， 也就是它 EPS 假如第一年是1的话，第二年就是 2.223， 那第3年呢就是 2.23 再乘以 2.23， 也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目。它同样中位数的预估呢都只有 16.43， 这个是非常浮夸，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个成长性然后 A 加的这个原因。好，那至于 profitability 拿到的是 B 减，是比较没有这么好的成绩，也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跟其他数据比，我觉得没有这么好。它的毛利率目前是 34.8亿，同行中位数是 49.05， 这家公司的成本结构呢跟那个市场定价能力目前可能还没有非常的厉害，但是你可以具体看一下 EBI 跟 EBIT DM margin 都是有赢它的同行的。但是 net income 的话呢 TTM 是负的，因为我说了它有一季是大亏的，目前还没有办法翻正。但是在 leverage FCF margin 就是自由现金流量的话，它也是赢它的同行的。然后在这些 return on common equity 跟 return on total capital 的话呢，是负的，因为它有一季被影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收益看整年的话，目前可能还看不出太大的表现非常好，是因为它有一季是有被巨大的亏损给影响到。好，但是可以看一下它的 cash from operations 跟 cash per share 1.63 billion 跟14.28都是相较同行是表现的都是很好的，所以它是有对抗风险的能力的。然后它有现金也可以去做其他的扩厂之类的。好，那再来看 momentum 的话，我觉得不用说，这家公司涨得比那个 MU 夸张，因为它的那个 market cap 是比较小的，就是小公司呢是比较好拉抬，所以它的涨幅我觉得会这么惊人的原因。好，那接下来看一下 revision 的部分，可以看到 EPS 的话，接下来是未来有16个分析师对它进行降修，然后 revenue 的话是17个分析师对它进行上修，那都没有分析师对它 EPS 和 revenue 进行下修，那这个是 SanDisk 的表现。好，终于讲完这2家公司，那我也刚有秀那个对账单嘛，我有把钱投进去了，也就是这2家公司呢，我目前都是非常看好的。然后未来呢，什么时候会把它卖掉？我其实目前还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这2家公司，我去看了一些分析、一些财报的公布，我觉得这个记忆体呢，会跟这个 SSD 的需求量是相当缺乏的，就市场上的需求，基本上他们有一些公司已经在想办法签一些长期合约，去把这2个产品给绑住了。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就很明显嘛，就是数据中心目前会用到大量的这2个东西，所以呢，这也是我这么看好的原因。至于什么时候要卖，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可能会先看它的那些量化的分数吧，可能估值真的有变到高，可能是 D 或是 F 的话，我那时候可能会考虑。但是估值这个是 D 的话，股票还是很多会冲。我现在看目前那个 Steven Crisis， 它有一些股票的估值也是低，然后那个股价还是目前在冲，所以我目前还不知道这家公司要怎么下车，我就会一直拿着，然后我会紧盯这2家公司，因为之前10家真的太多，我根本看不完。就是这2家公司呢，我也会定期在我的影片当中去更新他们发出来的数据，或者是有什么新闻，有什么分析师对这2家公司有什么看法，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按赞，下面留言讲说你有没有投资的部位跟我一样在这2家公司。然后我的直播时间是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如果各位想要听更多股票的分析，或是想要跟我聊天，可以来参与我直播。好了，那这一集讲的虽然有点长，我希望大家有把那些影片看完。好，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